如果立法院没有办法如期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话，不要再跟人家谈什么宪政了。连最基本的国家发展、国家建设、人民需要的预算，都可以用政治的理由来阻挡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再谈宪政？报议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11位委员，赞成60位，反对51位，赞成者多数。傅昆萁委员、黄国昌委员等提议照案通过。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收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告，大家好。好，那对所有人来讲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在北捷昨天还有另外一个画面，就因为有人呢情绪有点激动，雨伞敲车窗这些，这整个车厢上面大家狂奔。对，在这个氛围之下，一定会有很多人这样的一些的心情，好不好？那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因为各地方包括大活动的时候都会有提高一些警戒。可是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很多事儿，因为这几天国内大家的重心都在立法院，OK，因为接下来对国人来讲的话，你要面对到的是包括蓝白提案的弹劾赖清德总统案子，在今天在立法院，然后那只是这个提案好，这个提案过，那表决要到5月19，上下，这个对大家来讲的话，那蓝营跟白营也知道，应该投票要通过的几率不大，因为要2/3的立委，可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做这个动作？基本上现在讲的就是，如果一个社会对于什么东西都已经开始有信任的分歧，然后信任的分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各自归队，所以呢，各自归队的时候呢，所以你看他们在通过，其实为什么要拖到5月19号？5月20号赖清德2周年呢？先前就要羞辱你，就要不断的羞辱，那在不断羞辱之后，接下来就是一样，柯文哲找到一个东西下去活，就是他这个326之前可以到处开讲，那国民党和民众党也要宣讲啊，那宣讲的时候，我们知道政治学上当群众的场合的时候，你只要讲14岁智商听得懂的话就好，你不需要讲那么复杂，宪政秩序、国家制度、国家财源、举债这些怎么听得懂啊？羞辱赖清德。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先有启动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今天表决嘛，就是启动嘛。那启动你也不这个时候也不能说什么他们违宪啊。而启动之后他们就慢慢来，慢慢来就是开始就是下乡，至少有个理由嘛，有个理由就下乡，下乡就去宣讲，宣讲之后呢就是仇恨动员。那仇恨动员很简单，我要得的就是赖清德，因为他们目标就锁定一个目标就是赖清德，而这个东西你就要回到政治上来讲，这其实民进党要注意哦，因为你现在在讲什么宪政秩序啦，在讲什么财划法，你财划法啊什么这些东西，说实话你不容易讲清楚，你直接就是讨伐赖清德，讨伐赖清德，讨伐赖清德，然后呢，你看他们玩的很多东西，那一天的时候不是开记者会吧，站在那边，我们上礼拜5，然后马上就来一个网络投票，那网络投票，网络联署你也知道那是假的嘛，又没有严谨，可是就要创造出一个数字，800万比蔡英文当选的票数还要高，就够了。然后呢，马上就有人呼吁，我想开这个票马上就有人呼吁，《海峡时报》支持弹劾声量暴涨，赖清德在台湾大失人心，他们就这4个字，大失人心，失去民心。然后呢，就我们也知道，从那个韩流崛起之后，有很多时候，当有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很多长辈就不传长辈图了。就传这种连结，然后就传这种连结，就创造这个声量。所以其实现在你会看到，我们新的一年就是全部蓝白归地，社会上呢，其实就叫做仇恨动员，把社会分歧就不断给你扩大。那扩大之后巩固啊，那巩固什么？巩固的是我现在郑丽文下去跟你再重新解说什么一中啊，什么解说不来嘛。黄国昌也不好解说嘛，至少那个凯斯的东西他也不好解说嘛，全部针对赖清德，全部转移他们下乡。然后那些市议员、那些县议员都会进去这个场域，至少是他们的盘在那边。然后呢，那民进党也是被巩固起来。那这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当两党蓝绿都在这个赖清德身上巩固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压缩，抵消柯文哲下乡的效应。OK， 小平是这一段刚才创下讲说，目的就是要
要羞辱赖清德吗？还是把他摆在那一个位置，能够转移掉很多对蓝白阵营？譬如说，因为郑丽文主席，不管是到东吴啦，或者在很多地方的那一些过程，会引起大家讨论。不要说争议啦，会引大家讨论的很多这个不利的方式，也可以因为把一个赖清德拉在那个地方，反正只要弹劾赖清德，就可以把这些全部都抛掉了吗？因为制作单位给创下的题目是“胆小鬼赛局”。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胆小鬼，好不好？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 game 就是这样子了。对，那所以而且我们的这个总召跟郑丽文主席从来不是鸽派，都是鹰派。然后他们也是超级鹰派，那个赖清德哈。等好，再拉回来哈，有个关键发生啊，就是大家静下心3秒钟想一下，正传媒前2天做的一个民调。就希望政党高层能谈打开国家的僵局哈，是不是68%？对，10几%反对。这是第一个民调。第二个民调，郑丽文也在变天蚕在变。请问你们相信你们的耳朵吗？东吴那一场，不管中的纷纷扰扰，什么学生安排的副教授是不是偏离，我觉得那都不重要，只有4个字重要，叫什么？刚刚创下讲大事人心是那个标题要的。那我现在在你节目想讲的是互不隶属。你们相信你们的耳朵？从郑丽文以前你们认为他比较统派，两岸互不隶属，从郑丽文嘴巴讲出来，国民党就解套了嘛？能够抹红到哪里去？请问你前一阵子马英九是不是一直辩护两岸是一中原则，绝不可能从马英九嘴巴讲出互不隶属，也不可能从洪秀柱嘴巴讲出互不隶属。但一个偏统派的郑丽文讲互不隶属，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认为讲这样的话，让国民党处境好一些，让他们总召啊、韩国瑜啊，跟国民党党中央以及选候选人可以大步去干。就我这样讲，好，再来回来。现在进入一个什么状态？火车那个胆小鬼赛就是火车对撞，对，是同意吧？哈，我觉得哈，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因为个性决定命运，赖清德不会放的，好，一定是干到底。可是如果我们稍微跟着看看民调，往中间走一点，赖清德会兵败如山倒。你知道赖清德这整个民进党他们整个智库、整个政人物操作一个事，造成今天的颓势失败的。你回想一下，2020年韩国瑜是输了265万票，然后现在是不是蓝白选举会大过绿？换句话说，有400万票的更迭就是年轻人20到39岁，他们赢200。倒过来，他们输掉，这个中间的，就是我觉得民进党以前搞了几10年，就是抗中保台，所谓台湾主权论，是无坚不摧，是倚天剑，是屠龙刀。但现在因为黄国昌跟柯文哲年轻人的决定胜负，大家同意吧？2028，包含你选台南人一样。那为什么年轻人现在不在抗中保台，他们就是杀掉国民党，而就多了一个党叫白等等，所以。整个下来这样子对撞下去，赖清德可不可以得到这些年轻票，是我们观察的重点。对，俊伟今天在立法院，然后刚才讲说，包括要弹劾赖清德总统的提案，然后包括要请赖总统到立法院，然后去国情报告，然后包括5月19投票。那对绿营这个地方来讲，会怎么解读这一趴？因为赖总统前几天，在昨天吧，前2天，然后在一个活动里面，甚或直接讲预算那个问题，他直接讲蓝白如果连预算都不能的话。没有什么资格谈宪政这些，大家讲说生气哦。第一个总预算到现在还没有排上，那谁会受伤害？那很多人民会受伤害，因为各地方政府的一些补助款，你就没有办法拨下去。对一些弱势、老人、儿童的社会福利，你是不能动支的。那这个绝对会影响到那些人的照顾嘛。那总预算，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需要的。那地方是谁在执政？国民党比较多嘛。所以你注意看在国民党县市长其实基本上在这一次并没有配合傅昆萁他们在立法院发起的斗争。也就是说，你要打民进党斗赖清德可以，但你总预算要审。你总预算不审。那还谈什么宪政？这难道这逻辑没有错？你总预算不审，你整个国家就很难运转了。那你不审的理由是什么？这些有点莫名其妙。你可以审，你可以砍预算。
你可以像去年一样冻结预算，你砍到什么血肉模糊都可以，但你要审啊，你起码是不审的，研会还不审总预算，他们不知道你到底被冲了。那至于说到弹劾，我觉得弹劾更是一种政治动作，去掩盖，因为国民党现在可能对于中央院长不附属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处理了。他没有办法去回应啊，来应对卓荣泰现在不签法案，那怎么办？所以他就来跳过卓荣泰，直接弹劾总统。其实谁不签法案？卓荣泰，那应该先倒阁啊，你应该先丢卓荣泰吧。就算你真的是想要弹劾赖清德，那你更需要倒阁，因为要重选。要有2/3的立委，你才能弹劾总统嘛。要倒戈才有机会拿到3/3。对啊，你老公真正要弹劾赖清德，那一定要先倒阁，国会改选，你想办法拿到2/3，你才有机会就把赖清德给弹劾掉。啊，你如果倒阁都不敢，还讲什么弹劾？因为笑死人，看他假啊！啊，但一般选民当然不会了解这些嘛。我认为现在跟弃票的啦。对啊，好。起码可以有卓荣泰不联署啊，怎么办？你有没有办法对付卓荣泰？啊，也想不出一个对策。所以傅昆萁呢发起一个弹劾总统，解放国章弹劾总统。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完全不同嘛。如果立法院没有办法如期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话，不要再跟人家谈什么宪政了。连最基本的国家发展、国家建设、人民需要的预算，都可以用政治的理由来阻挡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再谈宪政？报运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11位委员，赞成60位。反对51位，赞成者多数。傅昆萁委员、黄国昌委员等提议照案通过。所以傅昆萁呢发起一个弹劾总统，解黄国昌弹劾总统。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完全不同嘛。一个不敢倒阁的，在现在的立法院，那你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能量去弹劾总统？这都不可能啊。但是现在僵局下来，我觉得最惨的还是因为总预算的不能审查，会影响到很多的地方建设啦。其中有个很重要是治水啦，治水预算。我认为现在这种灾害的准备工作这些是非常重要。台湾的气候异常现在变为常态。你看今年台南我们感受最深啊，那个台风的可怕，那个大雨的可怕。你这做嘅拢是地方政府的生意做的呀。你即摆总务省不敢信，你明年那个饮水面啊，谁要负责？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弱势的补助，你钱唔好伊要叫一月的搞啊，你委员最后预算一定还是要审啊，一定要审啊，因为不可能明年就预算就完全都不管吗？不可能吧？最后1月底前一定会过嘛？对不起啦，现在还在程序委会，赛夫应该还没进院会吧？不是，没有啦。按美礼拜啊，9月30号，立法院院会处理总预算案，它有一个程序，它跟法律案不一样。法律案是直接报告事项，大家没有意见就交付委员会审查，完成议读。那总预算是你要先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筹编报告，并备询完了以后，立法院院会决议要不要复委。那9月30号就是要院会决议定期安排行政院院长要来筹编报告。国民党一度提案这个案子退回程序委员会，但在表决到一半的时候，国民党又来了撤案。所以他就交到程序委员会准备朝野协商安排定期报告。但没想到10月7号，民众党提了一个复议案，立法院的复议案。针对9月30号确定定期安排行政院长提出复议，复议完了以后，决议是令
定期处理。另定期处理，那这个案子就到程序委员会。程序委员会要排到院会列为讨论事项处理。如果大家意见不同，就表决嘛。表决不是这个案子就在程序委员会始终没有排出。讲半天就是转来转去哈，还在程序委员会遥遥无期了，再回到原点。不是，可是最后一定还是要。怎么可能在明年月底以前？不，有可能预算完全不管。搞不好2026年过完都还没有2026年的预算，未必哦。因为你想一下，114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是1月20号完成3，对嘛？1月20，他还是要在最后那个月底啊。但是他复委审查的时间是大概10月、11月就禁罚条例，各位还记得吗？禁罚条例承诺。谈好用追加预算的时候，让他复委开始审查，那个也挡了蛮久，但是没有像这一次挡这么久。OK， 来，不是你等到最后，你就压缩审查的时间嘛。对，所以你审查的品质就很不好，然后到欧北塔塔给了。你到时间，因为你延会最多到1月30日，是，你到重要的时间，今晚没到1月啊，你扣掉假期，扣掉礼拜六、礼拜天。你剩下几天的时间，审3兆预算，所以这个很不负责任啊！刚刚那个上公讲的那个程序不管蓝白控制一切，他随时都可以让总预算进的，给他的是目前就是继续把你总预算给挡住，目的是什么搞不清楚，然后来发动弹劾，弹劾比较重要，在他们心目中弹劾赖清德比审总预算重要，好，那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也没关系，大家就好好的来全力弹劾赖清德。那你先倒阁啊，你不倒阁，前面要弹劾了。你们绝对不会答应倒阁吗？对不对？而且赖清德倒阁还押韵，所以不要碰这个。我们划不来，因为一个行政院长不可能换掉113个立委嘛，重新搞一次嘛。因为蓝白目前已经过半多数，他不可能对嘛？他去冒这个风险干什么？如果照他们的逻辑。因为他们说赖清德只有4成，他们有6成选票。如果是真的这么有信心，不好没办法倒阁。赶紧倒阁了，该算了。可是打匈奴该打就打，汉武帝不能每次都越过大哥就去搞匈奴，很累的，很累的，选举很累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吧？刚才劝委员讲是吧？蓝白决定一切，是真的就决定一切吗？包括大家最近在讲那个1.25兆国防预算啊，所有这一些，因为这个最吊诡的还有一段就是。那老美呢？老美也不会坐在那里一直等着你们大家遥遥无期的这些啊？难道国民党或是白营也不用顾虑一下老美的感受吗？我觉得国民党当然要顾虑一下这个老美的感受，至少江启臣讲这个话了嘛？是吗？话是江启臣讲的嘛？那你知道江启臣对于这个国际事务啊，因为他至少是我学长了，所以他对国际事务，我想他应该对于 AIT 那边或对美方那边他有一定的认知啦。所以呢，我现在讲的是客观的台湾面对到的国际环境哦，就是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日本是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后，他就直接讲日本的这个国防预算的占比要占 GDP 要拉到3%这个比例，这是高市早苗自己讲的话。然后同时你也可以看到高市早苗确实在他就任之后得到来自川普很大的助力嘛，至少川普帮他背书很多嘛，让这个高市早苗看起来是很有底气在面对中国相关的问题嘛。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旁边的国际环境的态势是长这样，所以不太可能说台湾自己呢，你又要保护自己，但是又希望一切都是靠美国，然后又认为我一切都不需要自己出钱在国防预算上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尤其对于台湾哦。我常在跟台湾的企业家，我们有些饭局会聊天，会聊到的时候，其实台湾的国防是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做事业的底气啦。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台湾自己没有这样足够的底气的话，企业家很难在外面就是这个昂首阔步到处去做生意啦。你自己国家有一定的底气，就算你到中国做生意，你至少确定你的家底不是人家想吃掉就可以吃掉的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自己把自己的国防呢，这个相关要建制起来很重要。但是现在很显然的，现在是卡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嘛。不但卡在立法院里面，像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在立法院目前这个预算没有审的情况之下。现在丢了一个这个学川普搞了一个这个儿童这个未来账户，这个儿童未来账户，你要知道台湾现在这个就是一个12岁以下的是5万块，那台湾200多万的这个12岁以下的人数，这加起来大概1185亿跑不掉。
那你知道1185亿，你现在说丢就丢，各位这真的是1185亿就丢进去哦，因为要存入哦。存入之后呢，这些12岁以下的孩子们，他也不是马上拿到钱哦，他是要满18岁他才能够使用。所以换言之，你就把一笔钱丢到他的账户里面去，然后这笔钱是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总预算里面拨了1100多亿出来丢进去之后，这笔钱呢锁到里面，锁到这些孩子18岁之后，他才可能有用途哦。所以在那之前，这里面就像是死钱一样哦，它基本上你除了拿进去存钱，然后看以后有利息之外，它目前对于整体对当事人本人跟对国家基本上都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还是坦白说，除了话题之外，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这就是大家在讲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说这几件总预算没过，下面没办法做这几件事很重要。像第一个生育补助这一胎10万块，你想想看哦，这一些我刚刚讲的儿童投资账户，现在蓝白在推了这件事情，这小孩子要等到18岁才能够用的钱呢，那当下明年就能拿到10万块，你竟然不给他，你宁可去期望他18年后或者10年后他能够用到这个5万块，这不是很奇怪吗？你不是本末倒置吗？那这10万块是明年生下来妈妈就可以拿到这10万块呢，结果你这卡住不给他，我都有点怀疑说，这个预算如果再不编出来的话，政府明年的生育补助会不会要比照战士寿田证的模式发放一张券，以后有机会再把它领出来啊？要不然这个生育补助的10万块，政府已经讲这么久了，那明年的妈妈等到孩子出生之后要去拿这笔钱的时候要怎么办？就给他一张券就比照战士寿田证，这个反攻大陆之后，大家再把这个钱拿回去这样子嘛。所以你看，这个该给人家不给人家，然后把1185亿丢到这个地方来。那不是说这185亿这个未来账户不要做，而是说这里面有本末倒置的问题嘛，有先后嘛。那再来你看 T-Pass。北北基桃 T-Pass 现在有多少人呢？北北基桃 T-Pass 有很多人甚至是还没有结婚，但是也还没有生小孩的。那请问这些人他的预算项目就活该要被排在这个所谓的未来账户1185亿后面吗？这个也没过。然后呢，这个新 AI 10大建设，这里面很大的部分是要用在建立啦，这个 AI 的基础算力上面的。那这些项目的部分，你都知道，这是台湾未来10年的经济成长动能。这件事情的优先顺序。经济成长动能的优先顺序也排在这个1185亿后面，也是很奇怪的事情。那至于治水啦，然后校舍整建，这些都是当下马上要发生的事情。那我就问啦，这5个项目列出来的部分，请问这5件事预算为什么不审？然后这些事情对于蓝白来讲，竟然觉得儿童未来账户这个一次性的5万块丢进去这件事情比较重要，2个党主席然后都出来开记者会。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看起来在立法院里面国会是蓝白多数啦，可是我们的民众对于国会里面的现在基本的该有的优先顺序要审查的预算先丢到一边去，结果把相对还没那么重要、那么优先的这18岁才能领的东西，你现在拿出来做讨论，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恐怕很多人看了也会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也难以接受了。这18岁才能领的东西，你现在拿出来做讨论，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恐怕很多人看了也会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也难以接受了。但是上空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蓝白阵营来讲的话，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定就是这样。包括弹劾案的，包括像预算案的，你刚刚虽然有解释预算案的那些，可是包括行政跟立法之间，你会发现光一个未来账户。然后行政就讲说僭越行政权，立法就讲说怎么可能会是僭越，就所有这现在国内所有的从宪政以降的所有局全部都乱掉了啊！当然，现阶段包括立法院的程序以及宪政秩序，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看了因为记不记得当初提案1万块，国民党提案1万块，行政院是不是说法也雷同？雷同就是增加政府支出嘛，增加政府支出。那现阶段又提了这个案子，它又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所以他会说你逾越了行政权那当然这个争议，立法院根本也不理会。好，立法院也不理会，因为从法治面上面来看，立法院制定法律，但不一定要遵守法律。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件事，依据这可能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修财政收支划分法的时候忘掉修掉的一条，他是说，意思就是立法机关啦，你要
提案子要增加税出的时候，你必须明确的要说明来源，然后才你的筹措资金来源在哪里，这个是明定的。预算法第91条，它是这一边是规定各级政府民意机关，就表示你地方议会订定自治条例的时候，但是预算法91条是很明确的规定，立法委员提出来的法律案，如果涉及到增加政府支出，必须与行政院协商，征询行政院，必须要说明来源。必要时，行政院同时要提对案审查。预算法91条，这很清楚。但是他们有在理你吗？没有啊，他们理都不理啊。你看过去他们提的法案里面，增加支出有去跟行政院协商裁员吗？进罚条例、补偿金有跟行政院协商过吗？那时候只是行政院。默认了，没有提复议，没有什么嘛。然后你说他们提那个1万块，有协商过吗？好像也没有嘛。到最后行政院妥协了，就提了一个修正案摆进去嘛，表示说啊，不好意思，我行政院基本上也同意了去弥补91条嘛。那现阶段里面法制上面，预算法也好，管理财政收支划分法规定的事项怎么样？黄国昌的解释是说我们通过任何一个法律都会增加支出。你修大安条例罚款，那警察人员、交通警察人员本来就在执勤，那基本上他已经领了薪资，他的工作就执勤。你再怎么修，他顶多就是人事费在摆在那边，跟所谓你修一个法。要政府编列在预算里面庞大拿出来上千亿，这根本是两回事。但是你看他的说法是你看我们订定每一个法律都要有执行一定会增加支出。你看他把两个的条件代换，那个两个不同的概念，他把你替换掉。所以你说法治要怎么处理？未来如果这样搞出去。你裁员要怎么样？如果没有裁员，是不是写2个字举债吗？举债又要回到年度预算里面，举债不得超过总预算及特别预算的总额的15%，里面它一直在恶性循环。可是现在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本来财划法这件事情，行政院是不附属，对，破天荒决定不附属 ，OK， 但东豪。停砍年金这件事，结果后来行政院是附属，但是不执行。然后接下来呢送释宪，它最大一个差别是因为5个大法官做了宪判字1号以后，所以现在行政院它不用不附属，它附属，但是我不执行，我送释宪，蓝营跟白营一定跳脚，所以才会包括把5个大法官说送枉法裁判罪提告，然后包括要在立法院提案。但都好这件事情，所以因为大法官开始开会了。那当然，再讲一次，蓝营跟白营跳脚，5个怎么可以这样？这大家现在光吵这一段，但是以后你就会发现，行政院长不会不附属了，因为他附属不执行，然后就送释宪，以后就这样吗？以后就这样子啊，因为前面有理可循了。就是国民党他们背革那个2026年的总预算里面的一个理由之一，是因为那个警察跟军人那个对，他说要调薪，你们不调，那个有附属吧？那个也有公告，没有执行，也没有执行，那个是附属不执行。对，那个就是第一个部分。那个也是说申请释宪，就是释宪也有释宪。然后因为他跟年金那个都一样，就是如果合宪的时候，那行政院长会怎么样？就会把前面该补的要补回去，一次补回去。但如果是违宪，立法院违宪的话会怎么样？这个钱当然就不发了。大概跟那种薪资有关的。跟这一方面的大概你可以看到左荣泰他们大概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因为前面不附属是，因为你连释宪都没有。好，但是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会解决不了。对啊。好，因为蓝白现在根本上就觉得那个大法官的组成上或什么，他们现在大家所有的问题不在同一道上。我们现在是宪政失序的时刻。包括5个大法官到底能不能重新开会？都有不同意见，有反对意见。大法官怎么自己解释？立法院3读的，
同样的，立法院怎么有办法解释大法官违宪？都史无前例了，都史无前例了。这个时候，今天台湾的政治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是脱序，救不回来。救不回来了。他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啊，就再投一次票啊，必须要再投一次票啊。你说2028？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解散国会啊。当然，解散国会，国民党不要。对啊，但是他只有剩下一件事情，未来这2年会有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在野会也好，执政也好，这2年半之内就是少犯错吧。但是总预算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一般人生活。国民党怎么解套？忽然间想到把它拉回来，净负2读，然后就3读了，副委都不用了嘛。他可以预算也是可以进步2读。对，我现在想要国民党唯一能干这件事情，所有的预算就不讨论了，直接净负2读。但是它会出现的是刚俊宪委员讲的一段，所以那个预算就大家就随便删一删，因为时间来不及嘛，你不可能。因为上次已经有 A4 纸，你之前在朝野协商没有意义。因为最后一刻是 A4 纸决定。A4 纸不是朝野协商的 ，A4 纸是在院长室后面的小房间，不晓得是谁就拿出来了。然后国民党决定支持就支持了。哪一个 A4 纸？你是说统总预算啊？那个统3那一部分？对啊，原先是黄国昌提的，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在最后版本提一个修正案。对啊，他们提修正案，他们提修正案的最后版本嘛。他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不小心，你的权益被删到了，你要一直摸着走，能怎么样？立法，黄国昌讲的立法权是国会的，不是行政院的。人家蓝白过1/2啊。那你如果决定，好啦，最简单的，如果明年3月31号之前，2026年的总预算没1月31啊，我讲3月31，为什么你知道？所有用 T-Pass 到今年的12月31号就结束了。明年的1月1号开始是新的计划。新计划在总预算没有完成3读之前是不能动资的，它不是旧计划，旧的还可以沿用。好，那现在交通部跟这些参加 T-Pass 的这个业者，包括台北市捷运公司，那个差额要补助嘛，3个月结算一次。下12月31是结算今年的，明年是新的。台北市有100万人在使用这个东西。如果国民党很有把握，觉得 OK 没问题，你搞不好3月31都还没审。那蒋万安的选举会不会发生危机？请钟小平解释一下。我们那个北基桃这个我们可以先垫付一下。但小平刚才讲，现在行政院长本来是用不附属，对。可是当5个大法官开会有宪判1号以后，你可以预估得到，以后像这样的争议这些法案，他会附属，但都不执行，送释宪。那你们现在有什么可以解的招吗？没有。好不好？那再看到民调，就是附不附属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破天荒了但其实你要叫老百姓搞懂这个宪法也不容易。但就回到一个很简单的，因为斗太多次了两边，所以大概就这件事情附不附属，大概就回到50比30几了。可是如果双方这个领袖都是看民调来办事的话，那就成立民调公司就好了。因为你要能掌控民意的走向。就是我讲谁能够缓一缓，歇息一下往中间走，对方必定坠入悬崖。我讲谁能够缓一缓，歇息一下往中间走，对方必定坠入悬崖。可是火车对这样，就好像打篮球都一直快攻可快攻上篮都一直放枪，可是可是如果稳一下，动个1秒传过去，外面投3分球，多投几个那就拉开比数了。所以，可是看起来两边，因为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很难改，
他是总统，没有人劝得了他，但我们有机制可以改，连郑丽文都讲互不隶属，我觉得缓一缓哈，我觉得你们会缓，我们2句话就讲完了，第一句话就是韩。就是所谓的愿景调解权，可是韩不参加。对，因为党团的力量太大嘛。韩不参加的原因是他这边力量我能控制。第二个，我去的话，然后背后捅刀什么没有代表性什么的，韩是大伤哦。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党内啊 ，KMT 啊，蓝白，因为我们有一点被黄国昌带的穷州带着走，你知道吗？那回到国民党的韧性跟国民党的敦厚这样的一个右派政党，其实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政治的胜利的成果。我的看法这样子。OK， 君友，那小平议员果然是头脑清楚的。他刚刚讲一个重点，国民党被黄国昌拉着走。因为小党他就是要制造混乱，他才有空间的。你2大党在那边都谈好了，他哪有他空间？那小党就是希望你们要斗起来了。那确实，国民党被黄国昌拉着走。你刚刚提的那个什么 A4 那个省总预算，当时，是大党被黄国昌拖着走，那时候都是黄国昌在主导。所以才变成一个大笑话，乱删啊，斗不起来啊。一个预算100块，删了200块。都乱七八糟啊。那你这次其实，大家就会看到一点，我们其实国家的设计上这行政权一定会比较稍微大，一定稍微大于立法权。台湾今天这个是宪政的这种乱象，基本上也是因为我们宪法先天就，你知道吗？乱修乱改。对哦，这个要历史罪人就是许信良，夜奔敌营跑去找当时的李登辉国民党的主席。所以台湾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以前是叫蒋总统制现在改到现在。但是基本上行政权一定稍微大，谁最会违宪，绝对行政权。然后因为他管到人民，管到政务嘛，所有行政的事情。那你把宪法法庭拿掉，其实最高兴就是行政院，他就没有违宪的问题了嘛。那他会侵害，他最常侵害的是谁？当然是跟人民之间的权利的一些纠纷嘛。所以宪法法庭其实是保护人民用的。其中政治案件占不到1%，都0.几%。那你把宪法法庭废掉，其实你就等于让行政权可以飞了。就不附属啊，附属不执行啊，对不对？是这样搞来的。那我觉得政治斗争上，你不能把对手逼到墙角，逼到死路了。要不然，我觉得中共代就是有一点嘛。我在节目好像有提过，第一次财阀法的时候，我当时就主张不要附属。何大来倒戈，结果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是附属了，还是公告。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共代的想法就是总预算嘛，因为明年的先表达善意，对2026的总预算，他觉得你现在如果年初他就不附属，他斗下来，那明年总预算怎么办？好，那现在总预算，所以卓荣泰是被郡县教坏的。后来卓荣泰发现，对国民党没有期待了，对不对？我已经释放这样的善意了，结果我们原本期待明年就是2026的总预算，你们可以好好审到现在，那连立法院大门都进不去，今年快结束了，那卓荣泰懂得的避免啊，那他这样行政院长还用干嘛？我干脆就不附属，那让你来倒戈嘛，所以事情总有先后了。基本上今天是完全失去一个大家理性可以谈的空间的。OK， 党争一定有嘛，政党会争取自己最大利益嘛。那哪有你现在互相逼死了，你逼死了行政权？那不要忘记了，立法权一定稍微弱一点，因为你没有你看你没有掌握预算，你是制定法令规则没有错，但你其实最重要的是钱在谁手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制衡。那你老是要乱搞，你以为你法律丢了钱可以乱花，行政权就听你的，那我可怜。现在就是一个行政权反扑的一个状态，所以未来的僵局解决在这个地方。国民党要不要做自己了？还是你要继续让黄国昌拖着走？OK， 通过提案大概因为只要1/2嘛，重点是2/3。如果真的要通过的话，要2/3。
2/3要到了5月19号，明年5月19号大家再去投票。就算，因为我也不知道那2/3的人怎么抓、怎么找，好吧？但是就算过了，那还要再等大法官这一块。可是对国内政坛会不会有不死鸟的出现呢？那我讲的当然就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创下。柯文哲会不会创下国内政坛不死鸟？你记得他曾经说过，民调往下掉再往上的国内政坛很少，对，只有他能够爬成这样。然后他选了总统，而现在因为金华城这个案子，未来对他来讲3月26的判决当然重要。而呢，他会不会再创一次不死鸟的记录？基本上呢，我们过了平安夜之后就要迎接新年了嘛。对，那对柯文哲来讲，真的，你看他自己都讲了，已经到了年底了，2025。所以他的新年新希望已经来了。法官已经讲了326判决嘛。对，那326判决虽然叫你要到庭临判，对不对？可是对柯文哲来讲，有90天以上的空窗期。这90天就是他狂飙狂奔的最好的时间呐，因为这90天也已经终结辩论了嘛，也不会再把他羁押禁见了嘛，对不对？而且他也解除他的解除了那个限制居住了嘛，对，所以他这90天可以狂飙。然后虽然他的土城实奖从53万到40万到10万，但是还是10万呐。虽然有些那个比较是偏绿的人会亏他说，你看你的订阅率116万，只剩下10万，1/10，坦白讲是低了一点啊。正常还是10万啊，还是10万，可是正常媒很少有这种比例的，对不对？都很高的了，对不对？所以这个1/10低了，可是对他来讲不重要啊。因为刚刚就前面你讲的，台湾社会目前从庙堂到民间都有一点点敏感而脆弱。敏感是因为整个政治非常的敏感。然后非常的脆弱，因为我们的宪政内战也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了嘛。社会上一个事件张文事件之后也非常敏感，然后风吹草动都会有变化。那对柯文哲来讲呢，反正我就喜欢讲死猪不怕开水烫。然后现在就是这些天，法院也就这回事了。至少326之前，如果把能量聚集起来，声量重新拉回来，尤其是蓝绿两党。现在呢，他们就互相仇恨动员中嘛。仇恨动员其实政治学就叫做社会分歧的继续区隔。那他就把当你们在这区隔的时候，大家都僵在那边。那僵在那边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最近有个媒体开始在讨论2025的年底制。那年底制呢，有人提了一个，还很引起很多共鸣，在网络上看累。很累，大家都很累了。那很累的时候，柯文哲开始狂扫，所以去请命去南部。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一些整个在这混乱里面，柯文哲能够创造声量，能够创造话题，然后反正这东西呢随便讲嘛，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呢，对不对？这个金华城那边摆烂11年就是摆烂，你蒋万安因噎废食，就是刻意保守，所以就不做事，然后呢出来之后发签字文，对不对？我们都讲说他是明英宗夺门之变，黄国昌在担心，还要骂一下赖清德，不但是清德宗了，还是他的后代，这叫做崇祯皇帝，对不对？把赖清德再骂一遍，你看到没有？其实柯文哲现在司法上该讲的都讲了，然后该怎么样的法官，我相信新政早就已经很明确了。然后最后这个状况就是326，那现在呢，这90天的时间呢，全台他放飞了，因为他这1年多来，从去年的8月底到现在。这1年多来，到处去，而且你要看到现在的一个情况，因为整个政治氛围，其实说实话，就是选举开始了。选举开始的时候，当你整个大家家里都没有真正能够创造人潮、创造讨论的领导者的时候，他下乡，我保证啊，他的等到下乡开讲他的土城谋难记的时候，只要人潮有起来，国民党可能很多议员。都会靠过去哦，因为总比那个曾丽文下去有声量吧，有人潮吧。然后赖清德和卓荣泰下乡，恐怕也没这种声量吧。所以柯文哲这100天、这90天，我们会看到的是整个政治狂热。至于黄国昌呢，也许柯文哲在想的是，我土城10讲，也许讲5讲之后，国昌要接着讲吧，你要接着讲吧，对啊。所以我整个情势其实对柯文哲来讲，当你什么都豁出去的时候。反而他是最容易冲的人。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东豪来跑司法这么久，帮大家解读一下。待会要请教一下现场其他来宾，各位怎么去解读？法官一定要柯文哲、沈庆金、殷小薇这几个人一定要当到庭临判，如果不临判，然后圣货可以拘提。东豪来，潜台词是什么？
潜台词啊，我第一次看到，是啊，是吗？你跑这么多年也第一次看？第一次，因为宣判的时候，被告不需要在场，对啊，通常都是被告的律师，律师，而且律师有时候也不会3个都带，就是几个被告可能就联合推派1、2个在场，然后宣判以后呢，就走出去，然后就开始打电话通知当事人，恭喜或者对不起。台湾已经民主化30多年，你知道，不应当还出现那种什么押人取供啦、罗织罪名啦、胁迫这种证人这种事情发生的。赖清德总统说，他没有干预司法。我要跟赖清德总统讲，你让少数的司法人员这样胡搞瞎搞，这就是你的责任啊！你怎么会说你没有干预司法？其实台北地检署勾结净新闻，沦为政治打手，这是台湾人民现在普遍的现象，普遍的印象。这个台湾民主化30年，你知道，不应当还出现像那个明末，你知道东厂锦衣卫这种现象。人家说你是清德宗，我看你会变成明崇祯皇帝了。东豪，来，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啊，我第一次看到，是啊，是吗？你跑这么多年也第一次看？第一次，因为宣判的时候，被告不需要在场，对啊，通常都是被告的律师，律师，而且律师有时候也不会3个都带，就是几个被告可能就联合推派1、2个在场，然后宣判以后呢，就走出去，然后就开始打电话通知当事人，恭喜或者对不起。不过台北这个金华城柯文哲案这个合议庭，其实他们是蛮沉重的。我就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案子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审判长曾经对柯文哲讲说，台湾的司法很脆弱。为什么要去讲这一句话啊？我觉得那个合议庭这个合议庭他们是在乎这件事情。柯文哲案或者讲金华城案是有高度政治性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起诉后啊，哪怕柯文哲曾经被羁押哈，起诉后，你透过脸书，你可以很充分的看到柯文哲的讲话，然后他每一次出庭之后没多久，他的讲话就会被整理出来。对于合议庭来讲，他们没有讲话，除了一开始之外，我在猜3月26号那一天，宣判那一天。审判长可能有话要讲，那所以一定要他们来，因为他没有要求所有的被告，他只是要求4个核心被告，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审判长的政治动作，他要当着他们4个人的面宣判，那这个宣判，因为有这个动作，我就会猜了，不会把检察官的起诉书照单全收，好。不会照单全收，我猜测哪一部分大概会被，因为包括检方有起诉贪污、有图利，然后包括政治献金很多这些，然后还有啊，这过程当中还提醒过审计那边不违背职务不违背职务收贿，行贿罪啊，怎么会有不违背？因为如果有不违背职务行贿，就有不违背职务收贿，是啊，那有不违背职务那有没有违背职务？好，那当然这个在326那一天才会明年的326才会知道，但是我相信是这个合议庭要透过那一个场合讲一些他们想讲的话。这个案子其实就是司法跟政治有时候会你在柯文哲身上你会看，他有时候会牵扯不清。然后是行政裁量权，还是图利，还是收贿赂？因为你的政治立场，或者因为你支持某人，或者你不喜欢某人。你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所以我在猜，这个从77年1990年开始跑司法，第一次看到审判长指定被告一定要在场，然后他才要宣判。
这个也算是一个记录。好，不过我要补充一下，刚才讲那个柯文哲不是第一个民调垮下去之后败不复活的人，他自称，他是少数，确实，但是还有一个人在他前面，那个人就叫蔡英文，没有很久，好，所以呢，败不复活的不是只有柯文哲，蔡英文也是，所以你再回来看柯文哲的时候，柯文哲不会那么快消失，在2028年他都不会消失，但是这是肯定的答案，不管明年3月26号宣判结果怎么样，柯文哲都不会消失。但是都好，还有一段，因为陈佩琪一直愤愤不平的说，检察官就因为柯文哲饭后态度不佳嘛，因为他本来起诉就求刑28年半，是，然后到后面的在最后结辩论告的时候呢，最后还是要讲，因为饭后态度不佳，然后包括什么丢瓶子啦，然后用政治的一些语言攻击啊这些，所以呢还是要求重判28年半。陈佩琪就很不爽，就讲说怎么样是要跟你说谢谢吗？他就差没说谢主隆恩的这种词了。那可是你知道小草听来讲，对啊，你看要怎么样？要每个人要感谢检察官吗？不感谢你就要人家重判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你都已经讲一下检察官是政治追杀赖清德的走狗打手了，你要检察官怎么样？那我讲被告不认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会有罪无罪，当然是看审判长嘛，看合议庭嘛。陈佩琪本来就不懂这个程序啊，所以就是我很难想象台大医学院的高材生，然后在社会那么久了，但是他对于法律的基本概念是没有的。就好像他讲那个搜索的事情，搜索一定都会搜索对地方吗？当然不会，常常搜索下去，发现根本没有东西。但是搜索是不是必要的？或许这么讲，它是个必要之恶。所以我们在当年我们在跑新闻，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搜索票谁开的？检察官开的。所以我们才一路走到把检察官的那个搜索权剥夺掉。剥夺检察官的搜索权，把搜索权的核准权交给谁？交给法官嘛。因为我们知道人都会犯错嘛。可是陈佩琪他只是在抒发自己的情绪。柯文哲不懂吗？柯文哲也在做政治操作了。否则就废了搜索权呢。要这样讲，搜索本来就是一个必要之恶，我们知道我们会犯错，所以才要有法官。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政治，柯文哲不要表现得很无辜。政治人物私底下收钱，我当然知道有，不是只有柯文哲一个人。但是可以在台北市市长里面收300万踩飞轮，有历史记录的柯文哲是唯一，完全没有检讨，他完全没有反省自己，你收的是谁的钱？还可以讲那么大声，只是。眼前台湾的政治氛围，我们的政治气氛已经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是在同温层里面吧。OK， 小兵是很简单问一句话，你觉得法官为什么叫他们一定要来？你的看法？因为法官因为他是碰到一个极度能够操纵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者自媒体，然后极发达的政党领袖，那叫柯文哲，那也是犯罪嫌疑人，就搞到翻天的啦。我从来也第一个就是从来也没有任何政党支持者敢去包围地检署，蓝不敢绿不敢，这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个。我想很政治，现在重点是很政治。第二，法官因为法官我心如秤，法官现在已经没有好办法断案了，你知道吗？因为大家已经弄成这样，我法官要不要火，我也要火，那我压力大不大？大到空前大，那么大的案子碰到好。我随便讲了一个跟这个比小案，萧景田案，就是后来就判无罪。你知道一审的时候1700那个地检的时候是1700万交保呢，然后那个检察官喜形于色，市检跟北检不一样，很难办到大案，办到萧景田好像号外一样，你知道，就是。法官爱办大案，检察官但大成这样子也非人力所能控制了，那个心智要很强大。东华大概描述了一部分再拉回来，你搞政治我也搞政治，请问你说你要直播，那是破天荒提出的，我也不会答应你直播，因为影响到证人加被告，像彭正生那样的证，因为中间就有很多人，要不就讲说你
你把我打马赛克啦，你不要露我的脸。似乎会影响，因为证词很重要嘛哈。好，然后我就讲好直播，我开放我就开放，这跨出一步就跟司法跨这一步，跟阿姆斯壮踏月球一样，这已经不容易了。然后我就直播，管你几个小沈进京、柯文哲随便你冗长讲，你就去剪，随便你，反正这是母带，大家看吧，对吧？反正弄完以后，这就是要自保。再来现场聆听，刚刚东航又讲了。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嘛。他为什么聆听？他会讲一段话。你有审判长一定会讲一段话，因为我除了我自认公正审判这3个法官，那我也要留下历史记录，甚至讲难听是跟整个攻防都会发生。好，那我的判断会判违背职务受贿罪10年以上，所以我的判他不1 10年以上，2不能选总统，但我另外的判断是。那个起诉很判5年6年很重的那个政治献金跟那公益，那会下降到2、3年。不是你这样比起来，那个刑期就很低了。这边对啊，这边这么重的判决，说不定我这边有我不放你，我认为我不放你，我认为你就犯这个罪。可是我另外我放。这也是略带政治，好不好？整个这个案子的过程，对于柯文哲来讲，会不会觉得？你看刚刚讲到，他还讲了蒋万安那些什么烂尾楼啦，所有的这些，可是过程当中，包括你说像很多一些像那个便条纸，对，那应该是台北市政府后来，因为如果检方要办案要求提供，他们也一定要提供相关的资料。因为看这个哈，这是给彭副的嘛，这是柯文哲的事嘛，市长给副市长给公务副市长啊。金华城容积率应该死心了，只希望行政那个流程快啊，让他们早日完工就可以了。这表示什么？指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当了30年的市议员，我也没看过有一个这个市长会在公展，然后副市长不签他签名而可以公展。我也从来没看过那个任何的一个台北市长从我接触的马英九以降。会关心任何个案的容积，我也从来没看过一个台北市长可以下条子给公务副市长，这个都是，这个我就而且他们的心不好，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市长柯文哲这群叫加害者然后这个议员应小薇，然后以及他的包含那个业主那叫沈庆金，那他们带着吴顺民这些人可以到现场施压咆哮那个。决定容积的那个都委会，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那我们是希望文官体制不可以崩溃。你要照规矩来。然后这些人本来都照规矩来，包含彭正生，但都被你们这些人心里软弱，也守不住当初的誓词，当公务员的誓词，然后被市长压迫，被议员压迫，然后被财团压迫。也有的也是双膝下跪而造成容积损失120亿，这是一个最坏的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案例。好，所以那这些加害组，不管是那个柯文哲脸书，不管是应小薇的质询，还警告蒋万安，我觉得他头上当天可能是穿那个艾迪达球鞋，头上3条线，你知道吗？脚上也3条线。然后他怎么样？你知道？他说：“市长啊，你要小心呐。”这些公务员超坏，这些是超可怜的公务员。从承办员的邵秀佩到这些人那黄锦茂这些人，然后你会被害死啊？请问谁害谁？这一群加害人，因为法官不语，公务员也不敢语，好不好？那你还整人家没有任何话语权，不人性可以践踏到这样啊？我稍有正义感的钟小平议员，我一定要在你节目替他们平反一下。不可以这样子干吗？你们又收了钱，那又贪赌了，又图利财团，还然后公务员被你们搞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还要弄他们，而且还用市长的质询时间，我们的宪政设计、权力分立可以搞成这样啊？我们从中央的地方我觉得都乱了套。好，那接下来怎样呢？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些政治效益。请问你，亲民党宋楚瑜怎么那个陨落的？就是亲民党没了，就是派一个同质性的马英九把你弄倒了，对不对？请问你当初不是派侯友宜，是派郭台铭，可能是3组变2组，就可能就合了。OK， 好，当初如果确定3组以后，但我不晓得韩国愿不愿意再选第2次。如果不派他当部分区第1名当立法院长，而派他选总统，你信不信韩粉可以拿回来70万？就是就是好。
那现在发生我的判断发生这些事，不能选总统以后，我们该不该乘胜追击老 K？派卢秀燕或谁，然后去跟那个就是有压制柯文哲、黄国昌的能力，因为一窝票，当现在你会抢，是现在的弃保氛围跟2028。跟2024完全不一样，是会有弃保的。OK， 我跟你谈，但我有能力弃保你。这个两手策略是老 K 该做的大方向。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你看像应小维在庭上最后跟法官讲的时候，还希望法官用虎头铡，显然包青天他有看。他还有演，对，因为龙头铡是皇亲国戚嘛，对，虎头铡是官嘛，大官，然后虎头铡是一般民嘛，对，显然有看说要对那检察官用虎头铡，是不是应该要铡这些？但金华这些就这样，金华同案大家已经聊了多久了？但是最近还有像我看是自由吗？还有一篇独家讲说，过程当中他们威金是不是还有去想办法请都委会的一些委员帮忙啦，或什么？这些全部都拿出来看的这个过程，会大家觉得好了。平常你讲这一个案子的审理过程，确实让大家很多事觉得匪夷所思。刚刚讲市长是踩飞轮收300万，类似这些，可是其他这些出来的话，但是被告还是一直喊冤，告诉你他从头到尾，尤其柯文哲就告诉你他就是无罪。对啦，被告是一直喊冤啦，但是被告的喊冤搭配过程中，很多被证实是已经是真实的情节哦。五哥，你知道那画面都在一起哈，现在拿去拍片的话，会拍出非常多那个很精彩的片段啦。我光是举其中一个部分，这张图呢是网友哭手出来的图啦。你看这个哈，前一阵子不是这个柯文哲跟陈佩琪在喊说我们家没有佣人吗？对不对？这个抹地板还要跪下来擦地板，很辛苦啊。可是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在过程中是不是一度传出来有个证词说，在柯文哲家里面有用亿当单位来计算的现金嘛？所以你看，用亿当单位的现金，然后跟这个陈佩琪跪着在抹地板的图合在一起，就变成这个长相了。就我们家没有佣人，但是我们家有很多的钱。这张图呢是网友哭手出来的图啦，你看这个哈，前一阵子不是这个柯文哲跟陈佩琪在喊说我们家没有佣人吗？对不对？这个抹地板还要跪下来擦地板，很辛苦啊。可是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在过程中是不是一度传出来有个证词说，在柯文哲家里面有用亿当单位来计算的现金嘛？所以你看，用亿当单位的现金，然后跟这个陈佩琪跪着在抹地板的图合在一起，就变成这个长相了。就我们家没有佣人，但是我们家有很多的钱，那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应该还蛮多人也希望家里是长这个样子的啊。可是义的那件事，家里面义的那件事情没有证实这件事啊。就我说那时候橘子的那个男朋友的证词对，他证词里面提到这件事，没照片呢，有人证。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啊，这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名言啦、金句啦、画面感啦，这个都会让大家想到的时候呢，都觉得这个视觉张力冲突十足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刚刚五哥在提到，就是说这过程中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啦。我们光是想最简单的一件事啦，就金华城案在办的时候，光是都发局还没有讲都委会因为后来是进都委会光是都发局第一线承办的这些公务人员啦，他们遇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过去像小平都知道嘛，过去在郝龙斌时代，那你往上送一定是打回来的嘛，就是你要求要给高容积率这件事情上面一定不会准的嘛，甚至都发局连送都不敢送嘛，对，他守得很严。郝龙斌的真钞袋守住392，好不好？这个正式真钞袋。容积真钞袋，郝龙斌的真钞袋只有钟小平知道，我们都没看过。郝龙斌是个好市长，但所有大案都挡住。但是呢，我们在讲就是说这件事，基层的公务员自己一定知道，就是说过去的惯例怎么处理的嘛。所以呢，你看过去在郝龙斌时代的时候，没有听到说这公务员还有什么赖对话讯息流出的状况啦。结果你看现在说有这个公务员的赖对话讯息流出来了，就这些赖对话讯息各位看从这边开始一段段看下来，你会发现很有趣一方面呢，这个公务员的赖对话记录，因为这很明显嘛，这就是使用赖才有的嘛。那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讲说，一个讲说金华城那个真的是土匪啦，一个就回说那个是我离职前没过的案，然后看不下去，吃相难看。然后呢，另外一则讯息里面说我看到很多的生意机会啦。公务员跟你讲说，在这案子里面看到很多生意机会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又很有玄机的嘛，因为这两种可能嘛，一个是这个金华城就威金方面很有生意的机会嘛，一个是高阶的公务员也有生意的机会嘛，所以才会有公务员的对话长这样嘛。那你再看这一篇里面也是有写你看他说，我想我如果没有离职的话，
现在最惨的应该是我，想想很唏嘘啦。那自由的这篇标题就是用他这个公务员赖对话记录的这3句话啦：高官自缢，财团跋扈，然后议员施压，公务员成所有箭靶。那这一句话，你看从赖对话记录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你可以想一件事情嘛，这些赖对话记录是谁提供给媒体的，或是谁提供到这个检方那边去的嘛？这一定是公务员有类似像这样的意见嘛？那我不相信这个意见台北市议员都没听过，钟小平应该听过不少类似这样的话啦。从高嘉瑜开始讲起来，最早不高嘉瑜揭发的不是吗？后来苗博雅，后来才是我们。对，所以你看这些对话记录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公务员的心情是长这样哦。所以呢，他才跟你讲说，这高官自缢跟财团跋扈，而高官自缢跟财团跋扈的部分呢，又刚刚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人呢，其实前一阵子我们也提过，就是威金集团沈庆金的特助叫做林清呐。因为林清真的对于专家学者他认识不少人呐。所以呢，这一篇报道在讲的是说，威金集团标题叫渗透都委会，找委员沟通之后大战很帮忙啦。那结果呢，你看这个是呢由林清就威金的特助发这个应该是简讯发到沈庆金的那个手机里面去了，上面写说报告主席，恭喜你啦。这个今天下午呢，台北市都委会第783次的会议呢，有关审议金华城案顺利通过啦。然后这句话很有趣显示这个要框起来已沟通过的冯正明、黄台生、郭琼莹、何方子、许阿雪等都委会委员，以及刘明龙局长、林崇杰局长等人均很帮忙。你看这前后2句话，两段的文字已沟通过，均很帮忙，这2个对在一起，你觉得有没有玄机？这很有玄机嘛。就林清去跟这个沈庆金在报告这个事情，说已沟通过，然后他们都很帮忙。这已沟通过是不是有点很像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公务员的那个赖对话记录里面讲的高官肆意、财团跋扈？他讲的不就是这个状况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基层公务员感受到的就是长这个样子嘛。然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说柯文哲跟陈佩琪都还特别强调一件事，柯文哲说公务员都没有说这是违法的啊，陈佩琪也这样讲呢，陈佩琪也说公务员都说里面都是合法的啊。夫妻2个，一个发脸书，一个在庭上呢，都说公务员都是拉基层公务员背书都说这是合法的，这一切都没有违法。可是我们去看一件事情客观的看就光是在这一个部分整理给大家看的，你从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这1的部分，这个是这个承办人叫黄淑娟，他说这个案子金华城这个案子就是不能够把都更奖励办法内容直接写到都市计划书里面去，法令是有问题的。他直接讲法令是有问题的，请问他有讲合法，或是讲说这整件事情没有违法吗？没有呢，他告诉你法令有问题呢。再来一个前都委会的记证，他就告诉你金华城不具备都市更新的身份嘛，所以呢，你让他拿奖励容积是不合理的嘛。然后再看。这里面呢有提到，就是说这些公务员跟专家委员的反对意见，比如说4这个部分，4这里各位可以看都委会的委员就柯文哲讲说都委会的委员是共识决都委会的委员里面怎么讲的？此案不是都市更新，不宜用都更奖励条例，此案这个不适用土管都更围绕条例，讲的人叫做宋正迈这是宋正迈委员，宋楚瑜的女儿然后呢，下面冯正明委员说这个适法性怎么解释？然后，所以你会发现专家学者反对的意见跟认为这有违法法令问题的很多，所以呢，你就可以发现他们所讲的话跟柯文哲强调说公务员都说合法，跟陈佩琪讲说公务员都没有说违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呢。所以我们在看到起诉书里面，这个是起诉书里面的资料起诉书里面的资料，你看。这里面不管是都发局的总工程师的人还是都发局的规划科的人还是都发局的主任秘书这些都是都发局不同的人不同的人都告诉你说，我们就是觉得他就是不能适用都更条例取得奖励容积，他就不是都市更新。这些都是公务员的话，所以请问公务员哪一句话去背书说柯文哲这一切都是合法的，都没有违反法令？所以显然没有嘛。但显然没有，但柯文哲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答辩？那你就能够说，他现在做的就是面对自己的支持者，一直去带一个公务员都说我合法，都只有检察官他们设法要入我们于罪，然后对这些公务员呢，显然他们都是被检察官逼迫威胁之下才做出这样的口供。
他们不都是一贯这样子做吗？就告诉自己的小草，告诉自己的支持者，这都叫司法迫害。所以这些公务员也是被司法迫害。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公务员这些赖的对话记录，是金华城案之后才出现这些对话记录的吗？不是我们看到对话记录有很多是在过去金华城案柯文哲当时还在进行当中的时候，这些人就已经留下来了。现在只是你留下来的东西被拿出来了，发现当时他们就已经讲了这样子的话，当时他们就认为这里面有高官自缢、财团跋扈的问题嘛。所以呢，回过来讲，整个案子你会发现，弄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快速的做2个结论。第一是本案司法上面我觉得这个法官应该是认为说这个过程里面高度政治性这么多的小草，然后对于这个法院审理过程中影响，法官应该感受非常强烈、非常深刻，因为连检察官听说他北检也感受很深刻啦。所以呢，那个法官应该是希望你们大家就到现场来看看我怎么写的这份判决书啦，写的看看你们会不会服气啦，然后不要出去之后听的都是柯文哲跟你讲说公务员都说没有违法，公务员都跟你说一切符合法律，明明就没有。就过程中这么多的证据拿出来，就是没有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他在政治上的效应我觉得这个他的土城实讲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进入深水区的法律的部分，我认为真的有这么多人要支持柯文哲，导致没有这么的大。我觉得看那个流量、看热闹的人可能多过于真正要支持他的人所以他前面的2讲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包括不管支持他或是反对他的啦。可是回到最后原状的时候，就是真的无视这些所有的事实，也不想看，只想要听跟柯文哲有关的网红去论述的内容的。这一块的小草，以目前来看，能够纯化到10%的上下，大概我觉得就是极限了啦。OK， 尚空你自己会怎么看？那法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预示？还有一个，柯文哲跟陈佩琪之间的对话，很多会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刚刚讲那个拖地的那个，然后或是陈佩琪不是最近也讲说那个300万，刚刚东华特别讲那300万，然后讲300万见都没见过，有没有？都是中间人就直接拿去。做装潢啦，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讲说这个逻辑是可以这样用吗？可是有很多时候他讲的时候，他讲起来是振振有词的感觉他就跟你讲，他就觉得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再怎么讲，我们讲柯文哲会不会是政坛不死鸟？还有一段，像连中东锦都直接跳出来说，就是因为欠他人情，副县长赖香伶。然后也不管国民党郑丽文是怎么想，也不管大家什么蓝白之间要怎么和怎么谈，他就直接这样往下走。所以柯文哲显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影响力，或者他在过程当中所铺排的这些东西，确实会发酵当然，你看柯文哲其实被揭露在庭上的讲话，或是最终的辩论的讲话，其实很多都是政治语言嘛，他不是针对案情讨论所以。讲的很多都是政治语言那我说他跟黄国昌的直播等等，什么土城实讲等等我都觉得那个都是他要付出的前奏曲嘛。那当然，黄国昌或许就是我主观的认为，黄国昌就是柯文哲复出政坛的垫脚石嘛。那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国内政坛上面，即使面临到官司案，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支持者，这个没有问题那你说一个政党的领袖拥有10%到15%的支持度，那是一个蛮恐怖的，因为在就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当他的基础票源差不多的时候。那他的影响力当然就会被放大，最关键了，那会被放大嘛所以我觉得他依然还是不会放弃政治那他可以凭借那10%到15%垫他的在政坛影响力的基础所以你说他是不死鸟，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啦，因为就算一审判决了，他依然还是可以活在政坛上依然可以活在政坛上。当然，你说陈佩琪的说法，其实陈佩琪，你认为陈佩琪的脸书是写给我们听、写给法官听、写给检察官听，还是写给律师听？都不是，他是写给小草听。那基本上写给小草听，要的是什么？一个情绪，不是跟你讨论法律，不是跟你讨论法律，他跟你讨论的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他不跟你论就是谁
拿着300万进市长室，给的是谁？给的是谁？如果给他办公室主任，直接给他办公室主任，根本不需要进市长室啊。不要忘记，他还说了说他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来看柯市长啊，在想嘛，谢，啊，不是给你，你谢什么？啊，陈同豪不给我钱，我干嘛要谢他？如果给我钱，哎，再说，不是你给他钱，他也不见得一定会谢谢你。他给我钱，我会谢他。啊，请自重。基本上，这毫无疑问嘛，就是说我拿钱来，目的就是要给你柯文哲。柯文哲找了人说你把它拿走，这个要装修的，然后就当你没收钱了吗？对啊，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理论？那他可以在地下室收会计师的500万，他也跟人说我没有看到钱，都装到袋子里，我什么都没看到。这个理论就好像黄国昌形容柯文哲，我没有亲眼看到他收钱。他曾经说过这样嘛。没有亲眼看到他收钱，就代表他没收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论述，但是他这个奇怪的论述，他就不是讲给法官、检察官、法律人听，也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嘛，他是讲给小草听的嘛。那上公可不可以请问，你们家的地谁插？我们家的地啊，现在不是我，以前是我，然后更之前是我老婆。哦，真的哦啊，对，你觉得柯文哲讲那个陈佩琪跪在地上他基本到底？那段讲出来，当然他是要讲节俭啦什么，他不可能去贪污。这个推论用这个例子来好吗？他是用这样来形容他们家简朴啦，不雇佣人。但对不起哈，讲不雇佣人，全台湾的几百万住家里面有几家请得起佣人？没几家没几家。第一个，第二个，去看上亿的豪宅不是我们是陈佩琪是陈佩琪然后一看是看上亿的，还看小套房那不是我们然后现阶段就在讲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讲给谁听，也不是讲给我们听因为我们始终记得晚风徐徐，对不对？有陈佩琪去看上亿豪宅，晚风徐徐。然后你说用不用人，跟去看上亿豪宅。直金4000多万买商办，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不然柯文哲讲2句话，你们俩都是上亿夫，好冷，请自重，请自重，我没有依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好不好？请你，你的名字是天生富贵，懂吗？上亿夫，真的好冷可不可以请他先出去一下，干扰我的讲话？张小平是今天寒流是不是？很冷。对，你是说对啊？现阶段那4000多万的商办在干嘛？依然租人家，还记不记得前面还要透过司法跟人家要租金？你要不然柯文哲讲2句话，你们俩都是上亿夫，好冷，请自重，请自重，我没有依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好不好？请你，你的名字是天生富贵，懂吗？上亿夫，真的好冷可不可以请他先出去一下，干扰我的讲话？张小平是今天寒流是不是？很冷。对，你是说对啊？现阶段那4000多万的商办在干嘛？依然租人家，还记不记得前面还要透过司法跟人家要租金？要租金，然后位于林森北路济南路口那一栋，对不对？你想想看，那是一般人买得动的吗？是一般人可以跑去立法院旁边看那一栋1亿多的豪宅吗？是可以到新建的前面一点，那一栋也是上亿的，他看了好几栋。就算是临沂街的小套房，有多贵？你先告诉我说擦地板怎么样？其实跟我们讲没有用嘛。因为我们记忆太好了嘛，我们都知道晚风徐徐，他看上亿啊，什么一大堆的。
但现在问题是，他是跟我们讲吗？当然不是嘛，他是在巩固他的支持者。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中东锦要这么买他的单？当然，你看，因为地质法的修法，所以明年1月份开始，有很多县市它都可以增设1名副县长、副市长。那中东锦明年1月要任命副市长，当然你看他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之前，各位还记不记得之前柯文哲要选总统，他说他会帮他募款，对，他会帮他募款。好，那这一次用赖香伶的过程当中，24号宣布，但是23号他分别打电话给黄国昌跟柯文哲，他后面说他欠柯文哲1个人情，中东锦在选县长，第一次选县他也只选过1次了。其实柯文哲对他是友善，柯文哲对他是友善的哦。那他说他还柯文哲1个人情，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跟国民党内或是民众党说，其实有时候蓝白合，其实地方的县市首长，就可以自己先行去处理决定，你们谈不拢，我们底下可以谈，我们可以谈，只是模式上面是采取什么模式 ？OK， 因为现在谈的空间很大，是因为各县市都要增设1名那一个副市长或副县长嘛，那有些虽然满了，你像台北市应该是满的，然后有些县市它还可以增设嘛。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出现了一个地方首长 ，OK， 在县市首长里面副首长里面，他出现了一个空间可以运用。那中东锦是标准的运用蓝白合里面用了赖香伶，那赖香伶也是苗栗人。当然有人说什么，是不是不爽郑丽文啊？用什么新的主委来砍他们？不过我是很纳闷的，新的主委不是议长吗？议长不是以前就是跟着中东锦的人吗？一个议长，一个副议长嘛。那这个理论到底能不能成立？我是打问号。但是有党中央的人某种程度上在解读地方诸侯对中央。蓝白合里面始终让大家摸不清楚，你党中央始终没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含含混混，而且民进党提名很快。OK， 你像对面那一位林俊宪先生，明天要参加台南市初选政论那个政见电视辩论，好，你看他们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下个礼拜6就换成高雄市的初选正式辩论。那你看苏角会他们已经提名宜兰，他们都已经提名1个多月了那就是你国民党速度还迟迟不动，会让里面有些人打问号，好，表达一些意见。来，军学委，第一个，你觉得柯文哲那个案子，法官为什么要叫他一定要到庭？一定要到庭庭判，这是在司法史上面来讲是非常特别的事。我觉得是法官想要讲司法。记不记得以前他说过，说司法很脆弱，他有说过。那个 USB 是有证据能力，我会在判决时说明。对，所以我觉得他要讲司法的事，因为前面他们都在讲政治的事，法官是要当着他们的面前宣判的时候，要把政治的主轴拉回司法讲，为什么会这样判，有什么证据，有什么，也一并对社会上面交代我为什么这样。OK， 你觉得？那尊重司法，我们当然是不愿意有过多的猜测。但是你一路看来，这个法官对柯文哲确实有一些就在平常案件不一样的一个待遇。好，例如柯文哲多次在开庭可以辱骂检察官。这个法官通常会制止你。你怎么可以在开庭的时候你在那边痛骂检察官？那当然，
柯文哲政治人物，他知道啊，他这些动作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政治效益。好像就是只有清白的人才敢那么凶嘛。这样他是个铁汉嘛，你说理直气壮是吧？哎，我是铁汉嘛，我就唔惊恁输。没有，我们碰到很多人理不直气更壮，唔惊恁输，我来撇开。好，这个大律师在此哦，我看你过去你一般开庭，你这样子这种态度，法官绝对当场痛骂。第二个，被告还可以接电话、接手机。哇，这个也从来没听过。这个都非常特殊的待遇。被告的太太还可以上前去讲话，当他陈述。这个也几乎没见过了啊！你如果不是证人，不是法官传你来的，或者是原告、被告、律师的，不可能在开庭的时候有时间让你讲。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法官对柯文哲其实已经有相当的，你说礼遇了，或者是说有超乎一般平常案件被告的待遇，这个是非常明显。他会不会是，就是我不要让你们大家在外面再多说嘴，然后免得出去又讲你不让他讲话，不让这个，然后你连这个都不让他做，那我就让你们大家没得话好讲，就好像沈清就要讲2个钟头，从天宝年间一路讲到那，我也让你讲好不好？就让你畅所欲言，免得出去以后就讲法官都不让你们讲这些。他会不会是，就是我不要让你们大家在外面再多说嘴，然后免得出去又讲你不让他讲话，不让这个，然后你连这个都不让他做，那我就让你们大家没得话好讲，就好像沈清就要讲2个钟头，从天宝年间一路讲到那，我也让你讲好不好？就让你畅所欲言，免得出去以后就讲法官都不让你们讲这些，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基本上司法应该是公平，不管你这个被告是谁，你一定要是强调一个公平性。就好像羁押中的被告，如果万一啦哈，直属亲属过世，通常都是奔丧，没有人在治丧的，柯文哲回家去治丧的，那哪有可能？那回家去筹办丧事，这个超乎想象的礼遇了，没有这样子的，被告一定是人道上让你回家奔丧啊，就那一个，你说让你回家去还去家里筹备丧事等等，所以对柯文哲已经超乎一般案件被告的一个待遇。那这一次也是。其实被告可以不必到庭来聆听宣判。可是他叫他一定要到，一定要到。我觉得这个极好极坏啦。有可能。我觉得是极端的。那无就是要给你判拖档。跟你讲，我现在要给你判拖档。那无就是法官借那个机会讲那个全国关注的案件，法官当然知道啊。那我要讲一段为什么？所以对于这个案件台湾的制度啦，第一个案件到一个法官手里面得以上多通常能够影响他几乎不可能了。如果不要这国民党不要再讲什么司法是民进党控制的，是用赖清德去控制司法啦，拿司法当工具在打压啦。那高虹安就不会判无罪了，高虹安判无罪嘛，对不对？所以台湾的司法都是被政治化了。OK， 那这还有法官本身，你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如果对被告有高度的差异性，你产生了人家质疑你不公平，或者说你一些判决很离谱。像高虹那个案子的话，但不必说司法专业，就一般人看了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几乎是跟一般人的常识就可以理解的，差太多。为什么人民对司法没有信心？人民对司法的印象很不好。其实很多时候是误解，那更多时候是有时候我们司法人员也要必须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OK， 这是我一点看法，就好像你让我评论为什么柯文哲被法官要求，那一定要到场聆听。我只能猜测，他大概一定是2个极端的状况，不是极好，要不然就是极坏。我知道，因为之前我们会讲，他如果要是讲了什么以后，会不会接下来就会讲，你看吧，
这一定就是他们影响了司法，然后就去造成什么样一些的结果，所以要小心一点讲这些。可是整个社会氛围，庄家，因为1219张文那件事情，整个社会氛围的那个一定还会有些人心有余悸啊，或者什么。所以你今天看媒体上报道，光有人抄个那个拿雨伞打车窗或什么，在北捷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心里面会恐慌，他会跑。这整个氛围开始可以慢慢荡下来一点点了吗？因为当然媒体还是有报道说，其实张贤他本来要弄的是有点类似烧夷弹那些，那威力会很大吗？烧夷弹当然也要看是说，如果你真的燃烧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说，公共场合里面，尤其人潮的交通枢纽，最怕什么？就是踩踏。对，惊慌的时候那种踩踏嘛。对啊。然后来个大巨蛋为什么拖这么久？当时也是一个踩踏的那个逃生动线嘛。对，所以人到底能够进去多少，他多久能够疏散，这些是当时的重点。所以这个张文的一个基本上就已经是我们从70、80年前就读过的都市游击战的一个落实。那这样会造成大家一个惊恐。那最大的惊恐是什么？无差别攻击，然后毫无预警。突然之间爆发之后，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是一开始讲的时候，现在这个社会上是脆弱而敏感，所以这脆弱就是因为好像是昨天晚上也是你看电视之后，大家也傻眼啊，对啊，又狂奔了一阵，然后狂奔一阵是什么？就是目前讲说那个人可能他有一点点的情况，所以跟一个人口角之后，拿着雨伞敲车窗，那一听到这声音之后，大家就敏感，敏感之后又害怕，因为你这个时候无差别攻击最麻烦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是谁，你不知道原因，你不知道，你只是倒霉。那当然，张文当然他是你看得出来，他在战术计划上他做得很完备，那当然会造成大家对这样一个惊恐更怕。可是就回来一个社会氛围了。同样的，刚刚我们听到两党又讲这么多，其实现在真正整个状况是社会上也是脆弱而敏感。你这个时候无差别攻击最麻烦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是谁，你不知道原因，你不知道，你只是倒霉。那当然，张文当然他是你看得出来，他在战术计划上他做得很完备，那当然会造成大家对这样一个惊恐更怕。可是就回来一个社会氛围了。同样的，刚刚我们听到两党又讲这么多，其实现在真正整个状况是社会上也是脆弱而敏感。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说。无差别攻击，如果政治上，你都说是你的错，是你的错，但是政治上，如果不管是总预算，不管是国家的一个施政，然后彼此之间在这边无差别攻击，所以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风吹草动，形成台湾的大问题？我相信这才是很多人希望两党，所以为什么68人国是会议，希望能够好好处理，因为大家最怕是这种无差别攻击。我补一句啊，因为郑丽文当了主席。很有战斗力，他比较深蓝，所以我们右翼是坚若磐石。我们往中间走有极大的能量跟空间。如果这时候走对的话，会绝对给予民进党重创。因为他们总统也挺左边的，他们也不容易改所以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天大的契机。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多一样大的诸侯有几个系统，像中央党中央、诸侯啊、地法院党的，他们就很难有人劝得动赖清德不容易，但我们是。你知道可以谈的，因为没有人独大在党内的权利，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但是小平在整个社会氛围，刚才创下讲说，其实都是脆弱的一个这样的感觉。当然，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莲，然后不是去龙改那个地方，然后要起跑啊什么，因为是赖清德总统的本命缺位嘛，他送了一把手枪，对不对？对，这个也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适合吗？手枪，因为纪凌莲当初就是神枪手纪凌莲是少数那时候在当将军的时候就是当名嘴，替政府辩护啊，等等等等等。然后那纪凌莲呢，我觉得那手枪当然他讲是假枪啦。我觉得他们这个一定是经过谢龙介同意，因为这个一定会雷稿。然后呢，我觉得是讽刺跟治安的决心，就是台南的那个绿能的光电案啊，等等等。然后当然这个方向，我觉得也可能也符合谢龙介整个的方向。那个脾胃啦，整个走向，最后的结果大家再看评判嘛。我觉得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就是会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种热，你会有意见吗？这个现在是选举呢，
你送一把枪，你在鼓动仇恨嘛？这个基本上哦，选举里面赢对手就是争取选民的支持。我们用选票来终结对手嘛。啊，当然谢龙介，我认为他可能不知道了。哦，我觉得他不知道自己，我不晓得啦。对，让肚子给请我，你赶快丢掉啊！你是不是小孩？我的选举你还后面多这个请，这你人是神枪手，那是他的事情。人你选举你马上一个，一般都送吉祥菜头了，送吉祥物，对，上很可爱的娃娃了，菜这个包粽了，还上一个请，选举慢慢看了这，你眼睛你要拍死上，啊，这害得梁家兄给他得个出来解释啊，不是安尼啦哈，我是要鸣枪起跑，不然你也送一支真的那个赛跑要鸣的那种枪，信号枪，对嘛？你看这支枪很像到小平还要解释说这是假枪，我当然废话，当然是假枪。不过整体来看了，那接下来当然，希望大家对于1219那整个事情，整个社会氛围，那要趋向一个大家比较安定的一个状态，好吧？那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因为接下来的大型活动，那一定会有很多包括各地方加强戒备的一些情形。对国内来讲的话，政治上看起来。那火车对撞的局面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民众会想谁能解这一局呢？而这一局到底又该怎么解？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